男人在接电话时发现诡异的一幕，墙上父亲的画像不知道何时变歪了。就在他疑惑时，身后竟然快速闪过一个黑影。不过下一秒他就听到了门口的动静。然而等他冲出去之后，却发现外面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殊不知刚才那个黑影就躲在眼前的台阶下面。倒霉的小偷连1分钱都没捞着，却在豪宅里发现了可怕的秘密。原来就在今天晚上，天刚刚黑，房子的主人就开车出去打球去了。早有准备的尼克趁机翻越围墙来到了豪宅。他先是用手机打开一个软件，轻松就关掉了房间里的无线网络，接着便悄无声息地闯进了房间。这是一个退休大法官的住宅，房间里到处散发着高级的味道。可尼克根本没想偷走任何值钱的东西，而是直接来到了那个画像跟前。他轻轻拿下画像，准备在墙壁上完成一幅涂鸦作品。谁料就在他正准备行动之时，一旁的地下室突然传来了动静。尼克小心翼翼地走进地下室一看，原来里面只是放着一个转动的电风扇。让尼克感到疑惑的是，地下室的抽屉里藏着一些塑料扎带，以及一些老旧的照片，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法官老白年轻的时候。就在尼克拿着照片仔细端详之际，一旁又传出奇怪的响动，吓得他把照片洒落一地。蹲下一看，这才发现墙边的货架下面透来一抹亮光，看来这个地方还藏着一间密室。与此同时，正在打球的老白突然发现家里的安保系统失去了信号，他立马就意识到大事不妙，于是他赶紧告别好友，匆匆开车就往家赶去。尼克把那个货架轻轻一拉，果然看到里面藏着一个红色的暗门，但钢门被死死地锁了起来。于是尼克就鬼迷溜眼地透过猫眼看了一下。就在此时，老白也开车回到了家中。不过此时无线网络已经恢复了正常，地下室里的台灯掉在了地上。一起打球的好友此时正好打来了电话，询问他家里发生了什么急事。之后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回家的路上，尼克越想越不对劲，经过再三思索之后，他还是拨通了报警电话。第二天一早，2名警员就来到了老白的家中。老白非常淡定地迎接他们进屋，俩人在房间里简单的搜寻了一下，任何可疑的线索都没有发现。地下室传来的动静也只是一个正在运行的洗衣机，仗着自己曾经法官的身份以及和警局负责人要好的私人关系，2名警员也没有敢过多的盘问，例行检查了一下就离开了豪宅。躲在暗处的尼克简直都要气死了，眼睁睁地看着警车打道回府。可尼克并不打算就这样放弃，他下定决心要让老白的罪行败露。虽然他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入各种豪宅，但从来不偷取别人1分1毫，为的只是在富人的家中留下一个涂鸦，在墙上写下到此一游4个字。他只是想以此来警戒那些为富不仁的权贵。之前尼克还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好友和他组队，俩人的事迹经过网络的发酵，甚至还吸引了一大波粉丝的支持。可好友小黑最近因为媳妇怀孕，决定金盆洗手，不再干这种违法的事情。其实当天从老白家中出来，尼克就去找过小黑，可还没等尼克开口，小黑就不耐烦地把他赶了出去。现在又看着警车从身边经过，尼克决定孤军奋战。当天晚上他又如法炮制，等老白从豪宅开车出去，尼克轻轻松松就来到了地下室的暗门跟前，他使用工具将肛门撬开，这才让我们看到密室里面的惨状。只见地上坐着一个满身是伤的长发男子，精神状态看起来非常糟糕。尼克缓缓走到男子跟前，告诉对方自己是来救他出去的，随后就打算搀扶着男子逃离此地。谁料刚走到门口就发现有人开门要进来，害怕的尼克只能再次把男子藏回密室。老白拿着一块木头悄悄走进房间，男子哀求着尼克千万别扔下他。这一举动让尼克的正义感瞬间爆棚，他直接摘下面罩让对方看清自己的长相，并告诉他自己就是侠肝义胆的西北锤王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能阻止他救人。随后他就偷偷躲进地下室的柜子里面，在缝隙中看到老白果然去了那间密室。尼克小心翼翼走出衣柜，从工具架上拿了一把趁手的铁锤。牛逼既然吹出去了，那么就只能硬着头皮上。经过3秒钟的心理建设，尼克抡起铁锤就勇敢地冲了进去。随着一口鲜血的吐出，西北锤王就此陨落。为了表彰尼克的大无畏精神，老白直接把他用电锯切成了碎块，并制作成粉末冲进了马桶。连续好多天都不见儿子回来，母亲金梅觉得有些不对劲。虽然儿子不学无术，喜欢胡闹，但从来没有这么多天不回家的。于是他叫来尼克的好友小黑，询问他有没有见过尼克。可小黑说他上一次见到尼克的时候还是在上次，最近他忙着照顾怀孕的女友，一直没有再和尼克联系。但是小黑知道，尼克的失踪绝对和那个老白有关系，因为当时小黑曾在老白家中当过1天临时工，也是他把老白家里的无线设备信息发送给尼克的。但是为了让尼克的母亲怀疑到老白，他趁着夜色偷走了老白的一封信，之后又悄悄放进了尼克的抽屉里面。金梅看到那封信之后，立马就拿着信件来到了警局。女探长一看到信封的地址就陷入了沉思，因为前几天有人匿名报警说老白的家中囚禁了1名男子，而且尼克的手机信号最后消失的区域正是老白家的那条路。很快女探长就带人再次来到老白的家里，
并要求老白配合调查。几人第一时间就来到了那个地下室。这次和上次不一样的是，这个女探长眼睛非常毒辣，一下就发现了那个隐藏在货架后面的密室。老白瞬间感到一阵紧张，不过还是主动帮忙打开了暗门。可此时里面早就没有了那个长发男子，地上只是摆设着一些必要的应急物资。女探长注意到房门的猫眼只能从外面向里面看，于是就质问老白这是出于什么目的。没想到老白却突然发神经一样对着探长说了一句：脾气火爆的女探长才不惯着他，掏出手铐就将老白抓了起来。I'm arresting you for obstructing an officer in the execution of her duty. You do not have to say anything, but it may harm your defense. 可当了一辈子法官的老白丝毫不慌，只是一上午时间他就轻松地走出了警局。首先他们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，其次老白的人脉很广，警局的负责人都要亲自送他到门口。但女探长已经深深地怀疑上这个老家伙，看到警方都拿老白没有办法，金梅决定亲自调查儿子的下落。这天老白又在会所邂逅了一位帅气小哥，因为小哥是偷渡过来的打工仔，老白承诺会帮他获得永久居留证，并邀请对方晚上去家中串门。果然当晚男孩就准时来到了老白家中，而这一幕刚好被躲在路边观察的金梅看到。男孩还以为自己遇到了贵人，殊不知自己将为此失去宝贵的生命。一进屋，老白就给他倒了杯洋酒，俩人一边喝酒一边闲聊。期间老白讲述了自己童年的遭遇，当年父亲开了一家工厂，并且雇佣了几个外地的偷渡客，其中有一个帅气的小伙深得父亲欣赏。没想到因为那个小伙父亲把母亲都赶出了家门，从此之后他就成了没妈的孩子，也就从那开始他就非常讨厌年轻帅气的偷渡客。一旁的小哥是越听越不对劲，紧接着就开始头晕目眩的倒在沙发上，潜意识里他知道自己的局部面临危险，于是就请求老白给他去倒杯水。谁料等老白一扭头，发现男孩已经晃晃悠悠翻窗跳了出去。外面车里的金梅刚好看到这诡异的一幕，他赶紧不停地闪烁远光灯，这才让老白放弃了对男孩的追逐。之后金梅扶着男孩上车逃离了现场。金梅本想让男孩出来作证举报老白，可男孩害怕自己偷渡的身份暴露，婉拒了金梅的请求。第二天老白就在会所的门口又堵住了男孩，他声称自己可以直接通过关系让男孩拿到合法身份，否则男孩很快就会被逮捕并遣送回国。最后还表示自己再也不会伤害男孩。面对老白的威逼利诱，男孩最终还是上了老白的车子。然而男孩还是太单纯了，他本以为自己最多就受点局部的伤害，没想到一回去就被老白灭了口，而且在男孩的手机上看到了他和金梅的对话。很快他就在网上搜到了金梅的个人信息，这才知道对方就是尼克的母亲。看来只有在除掉那个女人，他才能继续高枕无忧。第二天一早，老白假装自己出去跑步，临走时又故意把钥匙藏在了大门旁边的铁盒里，为的就是让金梅自己上钩。果然金梅发现这一情况后，立马就叫来小黑，想让小黑帮忙放风。可小黑说自己的女友刚生下孩子，他绝对不能再做违法的事情。气急败坏的金梅直接把小黑赶下了车。次日一早，他就趁老白出去的时候，偷偷拿钥匙闯进了屋里。没想到还没等他找到地下室的入口，就被老白堵在了走廊。金梅拔腿就跑，可此时的门窗都已被锁死。老白将金梅锁在地下室里，随后就拿出男孩的尸体。现在他要当着金梅的面处理掉男孩，就像之前他处理尼克一样。连续几天都没有得到金梅的消息，小黑意识到情况不对，于是就擅自打开了金梅的家门。没想到一进屋就发现桌上的水果都腐烂了，看来自己的猜测没有错，尼克的母亲也失踪了。这一切绝对就和法官老白有关，于是他第一时间就来到了那个房子外面。可此时那个房子已经挂牌出售了，房间里早已人去楼空，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走了。小黑的女友也知道了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并支持小黑去帮忙调查尼克和他母亲的下落。因为小黑从小就流落街头，当年尼克把他当作最好的兄弟，每次无家可归的时候就是金梅收留了他。女友告诉小黑一条线索，就是老白最近要去他的学校演讲，或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果然在老白演讲完之后，小黑成功的跟踪到了对方的新住处。趁着夜色，小黑悄悄潜入进去，谁料刚走进卧室就被床上的老白听到了，俩人展开一场殊死搏斗。老白一把推倒小黑，随后就消失在黑暗之中。就在小黑四处搜寻的时候，老白突然拿着匕首从后面偷袭，还好小黑反应及时，迅速躲过致命一击。尽管小黑摔伤了小腿，但还是凭借自己的年轻力壮完成了反杀，接着对着老白就是一顿闪电五连鞭式的暴揍。之后小黑在车库内又发现一个密室，可里面根本没有尼克和金梅的影子，只有那个骨瘦嶙峋的长发男孩被关在这里。从长发男口中得知尼克和金梅已经遭遇了不测，小黑只能拨通了报警电话，之后便独自一人痛哭流涕的开车离开了现场。很快女警探就带队来到了这里，
他们在房间里发现已经被捆绑起来的老白。此时的老白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，再也没有敢对着女探长叫嚣一句。不过小黑依旧没有忘记他和尼克的初心，临走前还在墙上留下了那个著名的涂鸦。